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在粉丝群体中引起巨大关注的新细节。在最近的一次坦桑尼亚饭局中，那位当地男子在餐桌上随口问了豆豆一句话：“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国？”豆豆愣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：“大概2个月后吧。”短短一句回应，却像一颗石子丢进了湖面，瞬间激起大量讨论。许多网友情绪直接拉满：“真的要回国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等了太久，希望这一次是准确的。”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可能回国的迹象，但2个月这个具体时间还是首次由豆豆本人说出，这让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心里都泛起了微妙的激动。今天我们就来完整复盘这次饭局氛围，豆豆说出这句话的语气细节，网友的期待与担忧，以及豆豆回国可能带来的连锁变化。坦桑尼亚饭局轻松却藏着转折。这次聚餐的氛围看起来轻松愉快，桌上摆着当地特色的炖肉、玉米饼以及水果。和以往一样，那位坦桑尼亚男子依旧表现得大方热情。他对菲利斯塔和豆豆的照顾，让不少观众觉得他已经像半个本地向导加生活帮衬者。饭局前半段还在轻松聊天，直到关键问题出现。男子问：“豆豆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回中国？”镜头拍到豆豆当时停顿了2秒，他低头想了想，有点不确定，也带一点点谨慎，随后回答：“豆豆，差不多2个月吧。”菲利斯塔在旁边笑了笑，并没有立即补充说明，只是轻轻拍了下豆豆的肩。这个细节非常重要，他没有否认，没有纠正，也没有转移话题。于是事情变得正式起来。为什么这个2个月会让网友这么激动？因为大家等这一句话太久了。有网友直接评论：“我们追这个故事追到现在，就差等他回国那一刻了。”2个月这个时间，第一次听起来像是靠谱的预测。原因主要有3点：一，豆豆本人亲口说出，不是旁人推测，不是直播猜测，而是豆豆自己说的。虽然孩子可能并不清楚全部手续过程，但他的回答往往来自他听过的大人对话。2，出现了明确的时间，过去的说法往往是快乐正在办，也许今年应该不远了，但2个月是具体数字，这在信息模糊的讨论里是一块重要坐标。3，与最近行程节奏吻合。根据粉丝长期观察推测，近期多次饭局、出行、拍摄内容的氛围有一种阶段收尾感，不少网友甚至认为这一切像在等待一个周期的结束。3，豆豆回答时的情绪分析：犹豫、期待还是道听途说。视频中豆豆回答时的表情非常关键，他表现出先愣住，再思考，再缓慢说差不多2个月吧。这说明他的答案可能来自于他听见过大人讨论，但并不完全确定。他相信这是目前听到的时间，也有粉丝推测，豆豆说的2个月可能是签证、手续或接机安排流程的大概时间估算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大量网友宁愿相信孩子不会凭空说出这个数字。4，网友反映期待、担心、感慨3种声音最突出。评论区目前呈现3大情绪类型：一，期待派，情绪最激动，代表性观点：求求这次是真的，我们等他回国已经太久了，2个月很快的，大家一起数日子。豆豆像在努力长大，希望他回国有一个更稳定生活。2，谨慎派，经历过太多落空，代表性观点：希望是真的，但我们也听过太多次可能性了，别把压力给孩子，他只是重复听来的消息。3，感慨派，情绪最柔软，代表性观点：世界这么大，他这么小，却已经飘过几个地方，回国对孩子来说，也许是一次重新开始。5，如果豆豆真的在2个月后回国，会带来什么连锁变化？这里给出3种现实层面的推测：身份入学，生活稳定度提升，长期在不同国家停留，对孩子的学习和心理都有影响。回国意味着入学轨道重新规划，医疗与生活体系更稳定，社交环境更熟悉，家庭关系将进入新阶段。无论是团聚、探望或是法律事务，回国都将是一个重要节点。网络关注度与叙事重心将大幅转移，故事将从境外移动线进入国内衔接线。或许新的篇章即将开始。6，这顿饭局为什么显得像过渡期的仪式？有的网友认为，这场饭局像是一种阶段性告别前的温柔对话，因为男子问问题的语气不是路人随口，而是想有所了解，而豆豆回答时，像是孩子在努力把听到的世界整理成一句话。
饭桌上的食物空气氛围，无人刻意拔高情绪，反而显得真实，真实的让人心里微微酸。7. 结语。我们为什么如此在乎这个孩子回不回国？因为大家已经在这段故事里投入了情绪。有些人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，孩子的归属，孩子的未来稳定性，也有人把豆豆当作一种象征，漂泊、不确定，选择与命运之间的挣扎。而2个月听起来像是一个希望的倒计时，也许时间会在变化，也许仍要等待，但至少这是第一次如此清晰的时间点，第一次由豆豆自己说出，第一次让这么多人敢于重新期待。愿这一次不再是遥远的预设，愿孩子回家的路不再太长。